为什么别人炒股像捡钱，你却总是被套呢？今天呢，我就教你一个专业操盘手都在用的一个神器组合——BOW线和 KTJ， 不用猜涨跌，不用看消息，照着用就能够找对买卖点。大家好，我是 Harry。BOW线和 KTJ 搭配起来呢，就像是给这个炒股装了导航和雷达，涨跌呢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赶紧点赞订阅，马上解锁稳赚的技巧。先说一下BOW线是从哪来的BOW线呢也叫做布林线，它是根据这个统计学里面的标准差原理搞出来的。就好比呢，去这个菜市场买卖，大部分的菜的价格都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波动。那超出这个范围呢，可能就意味着市场要有变化了。而BOW线呢是由3条线组成的，分别是上轨线、中轨线和下轨线。上轨线呢就像是菜市场里面的菜价的上限天花板，是股价的一个压力线；而下轨线呢则是下限的地板，是股价的支撑线。中间的中轨线呢其实就是股价的20日均线。就像这个菜价的平均水平线一样的，而这3条线呢构成的区域就是布林带，股价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条通道里面晃悠的。好，那现在知道了BOW线长什么样，接下来呢就教大家怎么去用这个BOW线。用法呢就是判断股票的买卖点，主要就是3种形态：3线向上、3线向下、3线走平。当这个3线向上的时候呢，就好比这个菜市场的菜价一路上涨，BOW线的3线呢都是往上走的。而股价在中轨附近就是买入的好时机。当这个3线向下，就像这个菜价一直跌，股价在这个中轨附近呢，你就得赶紧考虑卖出了。而跌到下轨附近呢，倒是可以考虑再买入。当3线走平的时候，股价在下轨附近呢，我们就可以考虑买入。到了这个上轨附近呢，我们就可以考虑卖出。就像是这个菜价呢，它是稳定在一个区间的，在下线便宜的时候买，上线贵的时候，我们就考虑卖。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用来判断股票的超买和超卖。当这个股价冲出上轨，就像是这个菜价贵得离谱了，可能会有回调，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要卖出了。要是这个股价跌出下轨，就像是这个菜价便宜的过分了，可能会有反抽，那可以考虑买入。这个就是物极必反的一个道理了。BOW线呢就像是炒股的侦察兵，它能够帮我们看清股价的支撑和压力的位置，知道这个股价的安全运行的范围，还能够判断趋势，让咱们知道该进场还是该离场，更能够提示超买和超卖，让咱们抓住一个买卖的好时机。另外呢，再说一下 KTJ， 它被称为短线指标之王，它就像是一个敏锐的小侦探，能够反映出股票超买和超卖的情况，帮咱们提前发现买卖的信号。它是由 KDJ 3条线组成的。那 K 线呢是快速的确认线，反应很快；而 D 线呢是慢速的主干线，相对是比较稳重的。J 线呢是方向敏感线，变化是最灵敏的。KD 值呢在0到100之间，而 J 值呢能够超过100，也能够低于0。在图形上呢，这3条线是相互纠缠，就像是跳一支复杂的舞蹈。而 KDJ 的用法呢，主要就是看2点当这个 KDJ 值在20以下的超卖区，就像是这个东西被过度的贱卖，这个时候呢，股票被市场过度的卖出，那机会就来了，我们可以逢低买入。要是都到了这个80以上的超买区，那这个股票呢就意味着被过度的炒作，它的风险呢相对比较大，得逢高卖出。那么如果在20到80之间的徘徊区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也可以选择先观望一下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结合金叉和死叉2种形态去看。金叉呢就是买入的信号，当这个 J 线和 K 线几乎同时的向上突破这个低线，3线交叉向上发散，就像3根线一起往上发射的时候，表明这个股市呢是要转强的，可以择机介入。而低位的金叉呢，焦点在20附近及以下，比这个高位的金叉焦点在50以上，看涨的信号要更强烈一些。那么死叉呢，则是卖出的信号。当 J 线和 K 线几乎同时向下突破低线，3线是交叉的向下发散，就意味着这个股市是由强转弱，股价呢有可能要大跌，赶紧卖出。而高位死叉焦点是在80附近及以上，比低位死叉焦点在50附近及以下，看跌的信号要更加的强烈。但同时呢，也要注意KDJ 进入到超买和超卖区域之后，买卖点会模糊。
它是不适合发行量小、交易不活跃的股票的，但是它对指数和大盘股的效果呢要更好一些。而且呢 ，KDJ 对这个价格变化是很敏感的，我们要注意一个时效性。那60分钟的 KDJ 呢，适合2到3天的超短线，而日 K 线的 KDJ 呢，更适合1周的短线。好了，那如何把 KDJ 和布林带这2个指标结合起来用呢？首先呢，咱们得明白两者结合的一个好处。如果单独用一个指标呢，容易出错。比如说呢 ，KDJ 经常会出现假金叉、假死叉，而布林带呢，有时候是不好把握一个精准的时机的。那么两者的结合呢，就能够互补了，它的信号的准确率会大大的提升。好，我们先来讲一下上涨趋势当中的组合用法。我们以这只股票为例啊，当这个布林带开口向上，股价呢一直在中轨的上方运行，这就说明了明确的一个上涨的趋势。这个时候呢，咱们就可以用 KDJ 来找一个买入点，不用等到这个股价跌太多，只要 KDJ 回落到这个超卖区啊 ，KD 值在20以下，或者是出现了低位的金叉，同时呢，股价没有跌破布林带的中轨，这都是绝佳的入场的机会。但是呢，当这个 KDJ 进入到超买区啊 ，KD 值在80以上，或者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死叉，同时呢，股价触碰或者是靠近了布林带的上轨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该考虑分批的止盈离场了。那在这里为什么是分批的止盈呢？因为这个布林带啊还在走向上的通道。如果有一些朋友做的是中长期，其实不动也是可以的。但如果你做的是超短线，就可以考虑分批的出，等到这个股价跌下来之后再买。再看这个下跌趋势当中的组合用法，当这个布林带呢开口向下，股价一直在这个中轨的下方运行啊，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下跌的趋势。那这种时候呢，千万不要想着抄底啊。KDJ 出现金叉的大概率是弱反弹，那咱们要用这个 KDJ 来找一个卖出点和做空点。当这个 KDJ 呢反弹至超买区 ，KD 值在80以上，或者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死叉，死叉点呢在50以上啊。那同时呢，股价是没有突破布林带的中轨，这个就是卖出的信号。然后呢，就是震荡趋势当中的组合用法。当这个布林带3线走平，股价在上下轨之间来回的波动，没有明显的趋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适合做一个高抛低吸。如果股价触碰到了布林带的下轨，同时这个 KDJ 处于一个超卖区啊，20以下，或者是出现一个金叉，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入场点来考虑。主要就是反复的操作就可以赚这个差价了。还有2个非常关键的实战细节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信号共振。当这个布林带和 KDJ 同时发出了同一个方向的信号的时候，准确率是最高的。比如说呢，布林带的开口向上，那么意味着它趋势是涨的，而这个时候 KDJ 低位金叉出现了，那就是买入的信号，这个就是共振啊，可以放心的入场。那当这个布林带呢开口向下，代表它的趋势是下跌的，那么 KDJ 在这个高位出现了一个死叉，那就是卖出的信号，而共振信号出现，那就要赶紧离场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规避一个假信号。如果布林带呢开口向上，它的趋势是涨的，但是 KDJ 出现了死叉，这很有可能是短期的一个调整。只要股价不跌破中轨，你就不用太慌，甚至呢是可以择机来加仓的。但如果布林带开口向下，这个趋势是跌的，而 KDJ 出现了一个金叉，大概率是一个弱反弹，不要进场当这个接盘侠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股价突破了布林带的上轨，或者是跌破了下轨，这个是趋势加速的一个信号啊。此时呢 ，KDJ 如果也配合超买或者是超卖，那么趋势呢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，不要着急反向的操作。总结一下KDJ 和布林带组合的用法呢，其实很简单，用布林带呢来判断一个趋势和区间。那么上涨趋势，我们找中轨上方的 KDJ 超卖金叉入场，而上轨附近的超买死叉离场。下跌趋势呢，找中轨下方的 KDJ 超买死叉离场，不要轻易抄底。那么如果是震荡趋势呢，我们找下轨的金叉买，上轨的死叉卖。记住这个信号共振呢是最靠谱的，而且呢我们要规避一个趋势相反的假信号，这样呢就能够轻松的把握住入场点和出场点，在这个股市当中少走弯路，多赚收益。觉得有用的朋友呢，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后续呢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实战交易技巧。